我媳妇嫁到中国3年就买车买房，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我是玛丽老公。很多网友都是很好奇，我们结婚那年呢，也是和一般的普通人一样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们3年的时间就完成买车买房，是咋做到的？今天呢，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3年的过事。我嫁给我老公那年确实欠了一屁股债，因为一开始我去老挝接玛丽的时候，我没有辞职，我是请了2个月假，然后过去老挝的。所以一回来到家就是很着急的要出工作，然后也立马办婚礼。后来我老公又出工作了，那个时候好像你一个月是600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们结婚那回了，我工资1个月是6000块钱。当时借了老板900块钱，说结完婚之后，然后给人家1个月还3000。刚结完婚，然后我就去郑州上班了。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带着玛丽了，当时1个月给人家还3000，到手就3000块钱。然后想吃啥想买啥，1个月生活费也就3000块钱，开销挺大的。因为刚结完婚嘛，想着他想吃啥就买啥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刚来嘛，你也不好意思跟我说，你1个月3000块钱，感觉我们在郑州那边还不够了，你还办了信用卡了。啊，对，一开始还办了几张卡，后来了，玛丽怀孕了，然后在那边吃的有点不习惯，想回家说是自己做着吃。然后我当时就把他送回来了，他在家里，我在那边上班。当时我就开始给他生活费了，1个月一开始给他1000块钱，一直到玛丽快生孩子亲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基本上可以说月光族嘛，手里没攒下啥钱，然后我就给老板打电话，我说呢先停上2-3个月吧，等孩子生完，因为手里要攒点钱生孩子用嘛，孩子先生完，然后再接着还。我当时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算了，不要了。那剩的钱就当给孩子亲包的红包吧。到后面老板就不要了之后就手里宽松一点了，因为1个月6000块钱嘛。后来呢，我就给玛丽又加了500块钱的生活费，1个月1500。那个时候我看到你上班也是很辛苦的，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呢，我都是很省得花的。基本上我都是买衣服啊，正常用的东西都是在拼多多买，有时候用不着或者不买也行，我都是不买了。但是呢，生活中你光省钱不挣钱也是攒不下钱的，有时候在生活中要用了，你就必须要拿出来用。后来呢，孩子前有6个月吧，然后我知道做自媒体可以挣钱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拍视频。一开始呢，啥也不会，剪视频啊、拍视频各种方面都不懂，但是呢，为了挣钱，我也拼了，自己开始拍。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一天自媒体就挣1-10块钱，然后多了能挣个40-50块钱，那时候挺开心的，很喜欢挣钱。我记得当时还做着那个手工活，就是老挝，就是那个苗族的衣服，那个布上面绣花嘛，绣一个好像300-400块钱，1个月可能能绣一个。一开始做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有管，但到后面它流量慢慢上来了，但有些评论我也经常看了，就是说它里面那字幕嘛，错别字特别多，有时候标题也有错别字。它会影响推流，所以到后面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帮忙改字幕，然后还有写标题这些，然后我就慢慢的介入了。反正他做自媒体呢，那个收益吧，我一直没动过，因为那个绑的那个卡，我给他拿着了，我也没有绑手机啥的，平时生活了都是用的我的工资，然后后面慢慢的，然后我记得怀2胎的时候给你们。生活费是不是涨了？涨到1个月3000，我留3000给他打3000。是的，然后呢，我在家带着孩子，新怀的孩子，又基本上我们也是在家嘛，一般的菜啥都是自己种的，花的也不多。我1个月有时候就是花700-800，最多1000。后来我还把那个2000块钱省下来了。做自媒体1年多了，然后流量也可以，当时就想着带货了，但不知道带啥，就一直等着我。想着第一个不行就带我们这苹果吧，因为苹果我们家也有，想着试一下，想着能把自己家卖完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想到还爆单了，还能把家里卖完，然后再卖几家的邻居的苹果。后来呢，就是卖完苹果之后，就开始走这一条路带货了。就后面又加了几个，就像猕猴桃啊、野良甜瓜啊，还有爱媛果冻橙啊，这1年可能下来可能就带
4、5个水果。其实呢，做自媒体2年多，还有带货1年多，挣的所有钱我们都没有动，都攒下来了。然后我的工资1个月6000块钱，基本上我花点，然后他们娘3个花点，基本上没啥剩的，花完了就。那1个月6000块钱，你看一下，我们一家4口呢，3年生2个娃，稍微也大的。你那个6000块钱够我们用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如果说我们不做自媒体的话，光靠我老公1个月6000块钱的工资，根本攒不上钱。这个3年呢，肯定攒不到10几万来买房的。所以说，钱不是省出来的，是挣出来。首先要想办法去多挣钱，他才能有钱，不是说你想办法去省钱，省是省不出来大钱的，你只有挣才能挣出来大钱。对，省钱的话，你比别人都是吃的穿的都不好，但是你比别人还没有钱，主要去想办法去挣钱，才能攒下钱。所以很多宝妈都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挣钱，也可以通过玛丽这个视频来一起做自媒体。这个收入呢，说高也不高，说低也不低。如果你做好了，一定会提高你的生活质量。所以呢，我们能买房，还要感谢这个平台，能让玛丽有这个机会。是的，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的话，我家来说，我这3年肯定没有这个本事攒这个10几万去买房的。是的，如果没有这份收入，光靠我打工的话，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攒够这10几万去交首付。最后呢，感谢平台，也感谢粉丝网友。对，从一开始然后到现在的支持，快3年多了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窝杨玛丽，现在呢是中国陕西的儿媳妇。在我的视频评论，我看到了一个网友，他说：“玛丽，你的老公光靠打工挣钱，买房买车还早的呢。”你说的很对的，现在在中国房子是挺贵的，中国这边的房子的价钱涨也是挺快，比人上班的工资涨得还快。今天呢，我来算一下我老公的工资哦，看看什么时候我老公能给我买个房子吧。现在呢，我老公是1个月6000嘛，1个月6000，然后我们一家3口1个月花了3000，然后1个月呢可以攒了3000，1个月攒了3000，那1年就可以攒了36000，是不是？哦，对的，是36000，然后10年才能攒了36万，20年才能攒了72万，然后30年才能攒了100多少了，100多一点点吧，才能攒100万啊！30年啊！现在我老公都快30岁了，今天是4月29号，5月时候我老公就是30岁了，那再加上30岁就60了，我老公有60岁才可以攒到100万。可是现在100万的房子都不是很好，都不是很大了。那到那个时候，我老公还能买得起房子吗？那肯定都买不起了。我算这个都是按照现在算的，1个月花3000，然后攒了3000。可是以后孩子长大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可能消费更高，然后还要生个2胎，那1个月肯定都攒不到3000了。那30年我要攒不到100万了，那我和我老公这个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呀。都到60岁了，我老公都退休了，钱都攒不到100万，那怎么买房子？我真的太好奇。我看到了很多的中国人，现在他们才40多岁，已经买好房子，有房有车。在我们的村里，一半的邻居现在都不在村里住了，都是老人住。可是很多的他们都过来把他们的父母接到城里去了，然后把农村那个房子就关门，没有人住。我看到他们也是才40多岁呀，也不是很老，可是他们已经有房有车了。他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呀？我和我老公就不用说在城里买房子了吧，就是在农村盖一套。我来算一下，在农村盖一套要等多久才可以有一个房子是自己的？在农村盖一套差不多吧，不用盖太好，就是20万吧，20万30万。如果要
盖一个30万呢，也是要攒钱，也要攒10年的，才可以攒到36万。按我老公这工资算啊，一个月6000还3000，然后一个月攒了3000，要10年才能攒到36万，才可以在农村盖了一套房子。啊，10年啊，我的天啊！我想有自己的房子有这么难吗？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啊？在中国这边的，在大城市的房子更贵，然后为什么农村人都跑到大城市了，都买得起房子啊？中国人你们太厉害了！如果在我们老挝，一个人有200-300万呢，就是很有钱很有钱了。在我们老挝，一个有钱的人家盖一套房子也用不了100万的人民币的。在老挝没有厂子，没有地方打工，老挝人都是靠的农业挣钱。一般的老挝人都说，在中国工资很高啊，一个月就5-6千。如果5-6千呢，在老挝就是算是工资挺高了。如果在老挝有这样的工资呢，就是很有钱了。可是中国这边有地方上班，有地方挣钱，工资是挺高的。可是在中国消费也是跟着工资一起高了，上班一个月工资最低也是可以挣到2000块钱。可是在中国呢，消费也是挺高的，工资高，消费也跟着工资一起高。像我老公现在一个月是6000块钱，那就算是一天200块钱。可是一天你拿200块钱去逛街都不够你逛街啊，你买一件衣服都要200-300块钱才能买到一件衣服好看。如果你想买便宜吧也可以，不过你喜欢的都是贵。可是你挣钱一天才可以挣到200块钱，你去逛街1分钟你把200块钱都花完了。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买得起房子，买得起好看的车，在城里住得起啊？我现在也是在城里，可是我和我老公来到这个郑州才快2个月，我都快待不下去了，消费太高了，我马上都要回农村了，真的住不起，在城里消费太高了，回农村还是要好一点。我真的给中国人点赞，你们太棒了，中国人真的很有钱啊，可是我老公就没钱。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，给我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赞赏，拜拜啦。